Hey, what's up? It's Skip Smile， 欢迎来到我的篮球频道。那篮球心态呢 ，ball mind，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定律。那在分享这个定律之前呢，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Coach Taylor 的高中队友 Daniel 的一个篮球小故事。那这个 Daniel 呢，是一个篮球能力蛮强的球员。如果要排的话，在他们高中的队上吧，应该是第2或者是第3名的球员。那他们在暑假练球的时候呢，大概都会投个500到1000球吧，每天。那他的命中率都在80%以上，这个其实是蛮难做到的。那这个 Daniel 呢，速度快，运球又强，投篮又准嘛，刚刚讲的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守的球员。那他的篮球智商呢，也有一定的水准，因为他后来有去大学当篮球教练。那这个 Daniel 呢，他照理来讲，应该可以去 NCAA 1级的球队，甚至去打职业篮球。那他实际的比赛状况到底是怎么样？通常呢，这个 Daniel 他是队上的第11或者是第12人，就是板凳最后面的那几个。那通常他上场的时候呢，都是比分差很大的时候，要么就是垃圾时间。他从来没有达到那个完美厉害球员的状态，也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啦。那我如果想象我是他，我会非常的挫折。不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原因是因为他太努力想要表现了，打出一场可能很完美的比赛，因为他的练习都是很棒的嘛，所以呢，他都会不时的在场上，一直看教练的反应，他很担心他自己会被换下场。那我不在那个现场啊，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是呢，我只能说这种担心的心态，我曾经也有过。但是我们非常的清楚啊，前一集有讲过。我们如果打球没有办法专注在那个当下的话，其实那个比赛是很难把它打得好的。所以 Daniel 很可惜啊，他从来没有少练习过什么，他也非常认真的练习。但是在比赛当中呢，在场上他就是从来没有打出过那个他自己觉得要有的好表现，大家也觉得他应该要有的好表现。那这种球员呢，有的时候会称呼他叫做练习型球员。我就是练习型球员，不一定担心会被教练换下来啦，但是就是在重要的比赛或者是可能很需要你的时候，通常都不会有太好的表现。所以呢，今天的定律2 The Law of Reverse Effort 反向努力。The harder you try to play well, the more difficult the game becomes. 你越想要把这个比赛打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比赛就会越难，那当然你就越打不好。这个很像就是你很努力的想要去睡觉，但是你越努力呢，你越睡不着。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。那我自己有的时候呢，会自己在那边饶舌，自己在那边 rap。那有一些地方就是他那个舌头会打结，你知道没有办法过来。那你越努力的想要去把那一段念好，通常都念不好。但是如果你可能放松打个电动，或者是你去打个球再回来，随便轻松念一下，搞不好就过了，它就变成你的东西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那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妙啦，觉得就是有点像欲擒故纵的感觉。就是呢，你通常越想要控制一个东西，你越认真，你越控制不了它。那就像举例好了，我想要抓住一个，用单手抓住一个球，我抓不住啦，但是举例，用单手抓住一个球，你抓太紧了，你没有用，因为它会滑掉。但是你抓太轻，它就直接掉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能抓到一个平衡，不会太紧，也不会太松了，你才可以抓住这一颗球。那我觉得这种中庸之道真的是需要蛮多的时间练习，并且很多的经验累积才会学到这个东西。那篮球也是一样，如果要完全发挥自己的潜力呢，反而不能太努力的去打，反而要放轻松，心无旁骛的去打，然后让身体习惯那个练习的时候每一个动作就好了。然后剩下的呢，就是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。Coach Taylor 有一个学生学了这个心态之后，他讲到说，我开始在场上做出一些我完全没有练习过的动作。这个学生呢，平均每场有3次助攻。那了解这个心态，过了这个暑假，他的助攻呢，从3个提升到每场平均能有13个。讲到这边，我想到2个 NBA 球员的例子。第一个就是 Jamal Crawford， 他的一个招牌动作就是 Shake and Bake。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在一个快攻，然后他很快速的换手运球，然后晃掉前面的防守者，然后之后上篮。那因为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流畅了，所以赛后记者就问他说：“嘿 ，Jamal， 这招你练习了多久啊？怎么可以这么的帅？”那我印象太深刻了。那个 Jamal Crawford 他说：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临时发生的
动作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用的，我可能要回去看一下录影带吧。那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在林来疯时期，林书豪对到湖人的那一场比赛，有一球呢，就是 Derek Fisher 防守他，林书豪切入之后转身过掉 Fisher， 然后上篮进。后来这个动作，林书豪他说他也没有特别练习，他就是自然的发生。延续上一集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我打得不错的校友杯，好像也有一点点这个定律的存在。那我是负责投篮的，所以比赛之前呢，我都一定要很认真的练球。那在比赛当中呢，我都会一直想着说，好，等一下我接到球的时候，我的站姿、我的出手要怎么样，一定要很漂亮的出手，并且这球要进。但是如果我思考过完美，但是真正的空档投不进的时候，那我就会超挫折的，我就想说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下一球在接到的时候，又更多的思考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通常这场球就会烂掉了，就会烂到不知道哪里去，因为都疯狂的投不进。不过在今年这次的比赛啊，我除了告诉我自己说定律1不要想太多之外，定律2不要太努力的去把每一场球、每一个动作把它想到完美。那我既然做出一个之前比赛我基本上都不会做的动作，但我练习很常自己在那边乱投。那也还 OK， 我觉得有一定的准度，就是一个有一点后仰的3分球。那这个站姿是完全没有站好的，但是那一天我竟然轻松的做出来，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影片，这一球是前面其实是有人防守。我印象中当时我是看不太到篮筐的，但是后来呢，结果是这球竟然就空心进了。所以最后复习一下第二个定律 ：The law of reverse effort， 反向努力。The harder you try to play well，the more difficult the game becomes。你越想要把这个比赛努力打好，这个比赛呢就会变得越难，那你就越难打好。OK， 那希望我们可以多多练习这个心态，然后打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不要很努力，然后又打不好，然后又到最后你就反而不会喜欢这个运动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，或者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的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那我们下一集见 ，I'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 Peace.